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在群山環抱的星系深處，有這樣一個地方，它遠離都市的喧囂，卻因為藝術與自然的完美融合而聞名。這裡就是十日町。今天我將帶大家走進這座隱藏在山間的小鎮，去尋找那些散落在大自然裡的藝術和最真實的風景。十日町市位於新潟縣南部，地處信濃川流域，西側則與長野縣相鄰。雖然面積超過500平方公里，但人口僅有5萬多人，是一座典型的山間城市。偏遠的地理位置與嚴酷的自然環境，曾讓這裡長期面臨人口流失與老齡化的問題。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大地藝術節，讓十日町逐漸被世界所認知。今天就駕車去看看這個山間的藝術小鎮。剛剛從越後湯澤站租了一輛車，開車現在來到了千金峽溪谷隧道。這個地方其實還是一個比較有名的一個景點吧。沿着這條路一直往前走，就可以走到千金峽溪谷隧道了，大概140米左右吧。這個是千金峽溪谷隧道的这個營業時間是早上8點半到下午5點。然後成人票價是1200日幣，而且它其實裡面挺長的，走路要40到60分鐘哎。這裡就是這個溪谷隧道的入口了。裡面真的還挺長的。现在已經買完票進來了，這張票上面寫的是入坑券，裡面沒什麼人，然後就一直沿着這個隧道往裡走。而且它這邊的這個買票的支付方式還挺好的，有很多種可以選擇，有信用卡，還有日本的這個交通卡，還有日本的一些電子錢包的支付，還有包括海外的一些像支付寶啊、微信支付什麼的都是可以使用的，這一點真的挺方便的。現在已經走到了這個第一處的這個觀景台，就在這裡，過去看一下。它其實是一個隧道向外延展的一個小的一個出口吧。哇，這邊正對着對面的一個懸崖峭壁。然後下面就是溪谷了，但好像有點逆光，看不清楚。現在到的是第2處這個觀景的地方，然後這個地方它做的非常的有藝術感，黑白相間的這個條紋，加上中間有一個鏡面的反射的一個裝置吧，像是不鏽鋼。對面這個峽谷上面的這個岩石其實還挺神奇的，它是一層一層的，而且都是這麼斜着堆積起來的。這個應該是什麼那種以前地理書上學的頁岩還是什麼玄武岩，已經有點忘記了。裡面有可能會有化石吧。這個溪流也是非常的清澈。再來說一下這個不鏽鋼的這個裝置，它其實是個洗手間。我走進來才看到它上面畫了那個洗手間的這個符號。這個還蠻好笑的，我以為是個藝術品，沒想到是個洗手間。但這樣看確實挺有藝術感的。現在來的是第3個觀景的地方，同樣的一個出口，這個地方它做的也很有藝術感，這個還挺漂亮的。这个波點有一點像草間彌生的這個藝術感氛圍。
哦，馬上就要到了最後一個觀景的地方了，這是最有名的一個點。這邊拍照的人還是挺多的。现在后面景色是这樣的，真的挺漂亮的。十日町市的青津峡是日本三大峡谷之一，数百萬年的河流侵蝕在這裡切割出壯觀的 V 字峽谷與巨大的柱狀節理岩壁。1996年建成的觀景隧道，讓人們能近距離欣賞這片秘境。而在2018年大地藝術節中，建築師馬岩松帶領團隊對隧道進行了藝術改造，利用自然的金木水火土5大元素，讓這裡的自然景觀與現代藝術融為一體。在這個隧道裡面也展示了十日町市的這個藝術區域。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這個地方，青津峽。現在這邊看完了，準備去其他地方逛一圈。在青津峽溪谷這邊逛了1個小時，現在出來了，裡面的景色真的確實挺不錯的，也能夠想象大家願意趕路來這邊打卡拍照。感覺是一個自然與人工融合在一起的一個非常不錯的景點，很有藝術氛圍感。然後出來之後發現這個停車場上多了很多觀光巴士，確實這個地方除了開車以外，可能巴士跟團是最方便的。好了，接下來準備重新開車，再去到十日町市其他比較有藝術氛圍的地方去逛一下。從青津峽溪谷那邊開車大概開了35分鐘，現在到的是這個十日町市的美人林。這邊是一片森林。其實來的路上有很多一些就是大地藝術季的一些作品吧，散布在各個地方，但真的沒有辦法一一去到，所以就挑選了幾個地方逛一下。這片樹林是山毛櫸樹。裡面是可以徒步的，這邊就是入口了。這裡有一個美人林的介紹，這個地方大概海拔有300米左右，在一個丘陵的地方。然後他說，這個美人林其實是一個2次重生的一個樹林，並不是一個原始森林。在大正末期，大概人們為了燒炭，然後把這裡的這個山毛櫸樹全部都砍光了。然後砍光了之後呢，這邊就是陽光可以照進來了。然後讓這個山毛櫸的一些種子就重新發芽，生長得特別的好，然後就形成了現在這個樹林吧。所以是人為砍伐之後2次形成的一片樹林，就是現在這個美人林，也相當於是一個人造樹林。哇，這邊完全已經是到了一個森林裡面了。這邊完全沒有什麼人哎，而且不知道是什麼路可以走，什麼路不可以走。主要现在在森林裡面，因為日本這邊熊出沒很多，所以還是要注意安全的。我沒有帶那個，就是鈴鐺，防止熊靠近的那個鈴鐺沒有帶。這邊不是路，還是沿着這個人為鋪設的路走一走吧。
其實，在這個美人林裡面可以看到很多樹的它的那個根部的這個軀幹是彎掉的，是因為下雪多的地方的樹木都是這樣的，因為雪太厚把它下面這部分壓彎了，然後它再往上生長，所以就會導致有這麼一個弧度。其實這邊很多樹都是這個樣子，這也是雪國樹木的一個特徵吧。哇，這個樹林真的太美了。生長在这個靠近地面的這些低矮植物，可能是為了獲取更多的陽光吧。它的這個枝葉都是非常舒展的，全部都是展開的。這一棵大的，還有下面的一些小的，每一片葉子感覺都沒有重疊。走到这裡差不多走了有7、8分鐘的樣子吧。他寫了美人林到這裡就結束了，可能再往前就是原始森林了吧。確實，這條路也像是沒有鋪設過的一條山路了。在剛剛美人林旁邊有一個叫做 Kyororo 的森林學校，這邊是一個科學館，也是可以進去看的。上去看一下，它這個建築物外面這個感覺像是生鏽了的樣子。而且這邊好像是有個很大的烟囪，像一座工廠一樣。叫做越后松之山森林學校，是一個科學博物館。它這裡有寫為什麼名字叫做 Kyororo， 看一下。哦，是因為這個裡面有這個鳥的叫聲，聽上去是 Kyororo， 所以它名字叫做 Kyororo。然後它這邊還寫了為什麼這個建築物看上去已經生鏽了，看一下。哦，它外面的這個鏽是一層保護膜，為了防止就是腐蝕到內部，所以外面就是生鏽的樣子，還挺神奇的。這個就是森林館的整一個建築物了。然後這邊有它的開館時間是上午9點到下午17點，最終的入館時間是16點30分。然後成人入館料是600日幣，休館日是在禮拜2。這裡是有一些什麼水裡的魚，應該是這附近裡面的一些動物吧。還有一些爬行類的、兩棲類的，挺多的。哇，這個房間裡面展出的全部都是蝴蝶的標本哎！哇，這個蝴蝶太漂亮了。它寫的是南美的蝴蝶。這裡展出的並不是這裡的蝴蝶，而是世界各地的蝴蝶，好多哦。哇，這几只也很漂亮。然後這裡展出的一些動物的標本，應該就是這一帶附近棲息生活的一些動物吧。然后在這個科學館裡面還有一個展望台，是從這個台階上去的。上去看一下，這個台階它寫了有160級。
天在外面看到的這個煙囪吧。我天，這個真的太高了，而且上來了。哦，很漂亮哎。在这個觀景平台的頂上還寫了這個科學館建造時候跟這個建造相關聯的一些工作人員的名字，有超多人，這麼多人參與了這個科學館的建造，一整面牆，而且這個科學館好像寫的是2003年建造的，大概已經有23年的歷史了。好了，差不多了，準備下去。因為這是一個玻璃房，特別的熱，景色還是不錯的，可以看到這個越後地區的這個山地，還有森林啊，包括下面其實還有稻田。這個就是越後地區的這個大地藝術季，它其實每個景點都有這樣的一個標牌來標注的。其實開車的一路上都看到很多這樣的標牌，但是實在是沒有時間停下來看。如果大家來日本旅遊有機會的話，其實可以來這一邊附近全部都逛一圈。當然，僅限於開車了，因為開車比較方便一點。現在出來了，這個地方確實挺不錯的。雖然交通不是很方便，但是內容特別的豐富。對，前面就在這個像煙囪一樣的最上面有個觀景台。在外面看上去好像不是特別的高，但是爬樓梯的時候真的覺得好高啊。這個就是越後地區越後妻有的這個大地藝術季，有一點像能登半島，那種感覺，就是很多藝術作品是散落在整一個城市的各個地方。開了20幾分鐘的山路，途經了一個小坡。有一片田野，真的非常的漂亮。我真的太喜歡日本這種田園風光了。又開車開了大概30分鐘左右吧，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星峠的一個梯田。又出現了這個字，這個應該讀卡吧。新卡梯田，哇！這邊就是新潟縣的這個梯田群了，其實規模特別的大，是這一片區加上後面這個山坡上也其實都是，可能因為這個畫面上面拍的不是特別清楚，但真的非常的壯觀。其實很推薦大家來這裡看一看，這個地方真的非常的舒服，就是一個非常純真質樸的一個日式田園風光。然後現在又是初夏，那整個山坡上的這些樹木全都是綠色的。人們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種植水稻，沿着山坡開墾出層層梯田。眼前的新卡梯田約有200多塊水田，順着山勢蜿蜒展開。春天灌水後，田面映照着天空與群山。清晨雲霧繚繞時，這片山谷仿佛漂浮在雲海之上，也讓這裡成為日本攝影愛好者心目中的聖地。
距離剛剛新卡梯田大概10分鐘左右的車程的地方，還有一個梯田，叫做益民梯田，就是在這邊。這個規模相對來說小一點，但是也挺漂亮的。现在到的是松代的一个公路休息站，然後在旁邊也是這個松代車站的這個地方。這條線是叫北北線，北北線的松代站，連着這個公路休息站。來這邊吃一下午飯吧，現在已經快1點鐘了。吃完午飯，現在來這個松代站逛一下，因為這個地方，它的那個藝術作品相對來說比較集中一點，所以會比較好參觀一點吧。這邊有個公園，草坪上放着一輛這個北北線的這個列車模型，用大理石做的。其實這條線到底是叫北北線還是叫什麼線，我也不知道。他寫的這個日語的這個平假名念作 Hokuhokusen， 這個 Hoku 就是日語當中有時候會發音成這北方的北，所以我姑且把它叫做北北線吧。這邊有一張地圖，標注了這邊附近的一些藝術作品，可以徒步逛，然後也可以開車逛。因為很多地方都有停車場，這些地方可能開車稍微方便點吧，徒步可能還是需要一點時間的。去看一下吧。現在已經到了松代站的對面，這裡有一個叫做農舞台的一個場館，然後這周圍分布着很多一些藝術作品。它的入口處有3隻青蛙，還挺可愛的，怎麼感覺像垃圾桶啊？哦，不是，它就是藝術作品。然後這邊還有個食堂，可以吃飯的。走過來看一下。其實這個藝術作品在松代這一塊區域算是最集中的了。如果過來旅遊想要看的話呢，其實這塊區域還是蠻推薦的。比如說，像對面的這個梯田上面，有一些小型的雕塑。然後在這個小土坡上面，有一個草間彌生的一個雕塑。哎，对面這個建築物就是剛剛的那個農舞台了。哇，這邊風景也挺好的，而且正好天上這個雲現在被太陽照得特別的白亮。從這邊走下去。
這邊也有一個展示，叫做 Kamaboko， 就是魚糕形狀的這個藝術中心。它那個拱形的門像日本的這個，平時吃的那個魚糕，它做成了一個逐漸變小的一個樣子。一共有7棟小房子。還挺可爱的，最後一個特別的小，這個。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是，黃色的一個門框。這件藝術品的名字叫做《世界》。這邊這棟房子也是一個藝術作品，應該是保存下來的一個建築物，一個木造的，非常具有雪國的這個建築物特色的一個房子。哦，原来这邊過不去，完蛋了，要走很遠才能過去。今天時間不多了，就不過去了，遠遠的看一下吧。现在又開車來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叫做星星和森林的美術館。在這個裡面進去看一下，這個美術館也是在一片小山坡上面。這個美術館的入口處有很多這個雕塑。這裡就是星星和森林的詩歌美術館，是一個展示雕塑的一個美術館。進去看一下。从刚刚的山裡面開車開了大概10幾分鐘左右，現在到的是十日町市的這個市區。這裡有個美術館，叫做里山現代美術館。這個美術館在這一帶還是挺有名的，而且特別的大。它這個牆壁上面就已經有一些彩繪的作品了，好像是往前吧。沒錯，就是在這裡面了。
哇，這個美術館好漂亮。这個美術館是一個四方形的，然後中間中空的是一個水池。這個水池裡面裝了一個裝置，然後一直讓這個水在流動。就是這個小的這個水波還挺好看的，感覺這個美術館就是一件藝術品，可以在這邊發呆一下午。里山現代美術館位於十日町市中心，是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節最重要的展示與交流空間之一。2003年開館，並在2021年經過大規模改造後，以莫奈的新名稱重新開放。這裡除了舉辦藝術展覽外，還通過各種互動展覽，向遊客介紹越後妻有地區的人文地理以及大地藝術節的發展歷程。如果說散落在山間的藝術作品是這場藝術節的身體，那麼這裡更像是整個越後妻有藝術世界的靈魂。到了2樓之後才發現，其實它中間這個水池裡面的圖案，就是這個美術館的建築物。這個設計非常的巧妙，在1樓的時候還沒看出來，在2樓俯瞰的時候發現，哎，這個圖案好像就是這個建築物。這個水池裡面的圖案其實就是這個建築物的這個一張照片打印上去的一樣，然後他把它做成了這個建築物的倒影，印在這個水池中央。然後水面上又倒映着這個建築物的這個本身，在水裡面就是有一種虛實結合的感覺，這個設計還挺巧妙的。要上到2樓的某一個點才能拍得到。在這個美術館的對面還有一個公路休息站，還是挺大的，也是賣一些伴手禮啊，然後特產之類的東西。這棟房子還挺好看的。裡面也可以吃飯，好像，還有是合適的一個工藝館哦，裡面還有无印良品。這個裡面還是挺大的，有4層。在這個公路休息站裡面買了一個冰激凌，是用新潟產的這個大米做的，這個大米叫做 Koshihikari， 還挺有名的，在超市就可以買得到。來嘗一下這個大米冰激凌。這個大米冰激凌真的非常的好吃，不是特別甜，然後有很濃的這個米香味，而且它這個冰激凌裡面還保留了這個大米的顆粒，口感也非常的好。來到十日町之前，我以為這裡最有名的只是藝術，但當我真正走進這裡，卻發現無論是青金峽、美人陵，還是散落在山野間的藝術作品，它們似乎都只是理解十日町的一扇窗。真正打動我的是那些將自然、鄉村與藝術連接在一起的人們。正因為有他們的努力，這座遠在群山之間的小鎮才能被更多人所看見。如果有機會的話，也歡迎大家來到十日町，去尋找那些打動你的風景與作品。這裡是十日町，感謝各位的觀看，我們下個影片再見。